今天和好基友约练个胸啊，5个动作，这样练胸真的想不大都难。我这个8字胸真的得好好练练了。走，首先一定是平板卧推啦，发展胸肌的王牌动作。一言不合你就给我上140公斤。OK， 兄弟们，杠就完了。接下来是一个固定器械的上斜推胸啊，这台机器的力线跟手感都很不错啊。你知道吗，兄弟们，在健身房碰到一台新的机器，就像碰到一个新的朋友，这种感觉你懂的。姐妹们，这坚如磐石的胸大肌，我来先替你们感受一下。3人行必有我师焉，多学别人的长处，健身也是一样的，你说是吧？我记得有位健美运动员说过，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拥有绝对足够强壮的上胸，话糙理不糙啊！没有双杠必须撑器械怎么办？没事，心中有器械，哪里都能练。收尾动作，龙门架的中立位夹胸。有人说这个夹胸是一个效率很低的动作，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啊。只要你肌肉在做工，你就能练大，你就能练好。5个动作，小白紧接着去试试看，绝对有感觉。健身不拍照等于白练啊！你看这2个恶心的肌肉男，希望不要掉粉丝，兄弟们，拜拜。兄弟们，如果想在夏天露出一双40加的大手臂，那就不要每次练手臂的时候划水，我是1周练1次，不去单独刻意练手臂，还想拥有饱满的臂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首先做固定器械的大重量载具弯举，4到5组可以冲自己的极限重量，但是不要去做递减。接着中等重量的宽距杠铃弯举4到5组，每组8到12个，不要递减，发展手臂的内侧头。再完成3组的中等重量的杠铃反向弯举，针对于攻击，想让手臂从侧面看去更立体，这个动作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换到哑铃载具弯举，发展外侧头4到5组，做到力竭啊，一定要注意控制啊，这个很关键。如果你不去做这些训练的话，你的手臂就永远只有30多。如果你想要强壮的手臂，就是想帅，想要装杯，那么你就狠狠的练它就完事了。马上做单臂交替弯举，做2组就够了。如果想要最大化的增肌塑形，那就瞄准一个重量做到力竭。千万不用递减，否则都是垃圾容量。最后你的手臂应该也力竭了吧？用哑铃对握的垂式弯举做4到5组，做到力竭，手臂直接炸了。兄弟们，夏天露出一双40加的大手臂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顶啊！现在努力你还来得及，兄弟们，拜拜。你知道你的肩膀为什么不够圆吗？因为你没有去集中你的后束。你在练后束的时候，一般也就是说你练肩最后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没有力气，也没有效果。其实后束很重要，它是被低估的一块肌肉。如果你想让它更进步的话，你就把它的训练要往前排。所以蝴蝶肌的反向飞鸟应该是第1个动作啊。这时候你可以用很大的重量。第2个动作，龙门架绳索反向飞鸟，把把手调到与髋部同高，这个立线角度能给后束带来更好的刺激。还有就是龙门架的单臂绳索反向飞鸟，把我们的把手调到我们与肩同高，绳肩往后去压，记得不要去屈臂啊，这样练3头了。现在你知道怎么练了吧？点赞关注，解锁更多健身教学。胸肌的天生形态是无法改变的，只有改变它的体积。看看我是怎么练我的8字胸。简单热身完就开始做上斜杠铃卧推。很多人健身胸肌薄，主要体现在上胸比较小。我建议在离心阶段可以触碰上胸，这样可以保证上胸肌肉可以达到充分的刺激。再来就是坐姿上斜卧推，确保坐下来时把手位于我们腋窝的高度，选择比肩宽的卧具，臀部贴住后面的靠背，挺胸，肩部下沉，下斜器械推胸，坐姿挺胸沉肩，将手把调到下胸的高度，然后向前推至顶峰，手肘微屈，大臂内收。单臂推胸也能够给肌肉带来更好的顶峰收缩感。再来器械臂屈伸，这个动作对整个胸肌包括肩、前束、3头都会获得刺激。全程保持沉肩，动作顶端不要完全伸直手臂。双杠臂屈伸，下胸的王牌动作，像这种下胸薄弱的，多练它就对了。龙门架下斜夹胸，每次把它安排到最后，用来榨干胸肌的最后一丝力气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最后50个上斜载具俯卧撑收尾。听说呢，连续做50个俯卧撑就已经超过了80%的同龄人，你能做几个？再来算算你能撑起多少公斤呢？我还年轻，吃苦趁现在。